早上進場，一個人還在等師傅告訴他今天要做哪一面牆，另一個人看了一眼圖就知道這一區能不能做，做到哪裡會卡住，最後又要怎麼交出去。他們之間可能只差了幾公尺，但收入跟責任可是差了一大截。你以為差別只是誰做的久，手腳比較快，但其實不是哦。真正值錢是一個工項交到你手上之後，別人還需不需要站在你旁邊替你做決定？大家好，我是 Engineer 蔡。今天我們就從工地的這兩個人開始，看看建築水電每天到底都在做些什麼，也看一個人是怎麼從等人交代走到可以把整個工項扛下來。工地剛開始施工就已經需要用到臨時水電，最後大家看到的是燈會亮，水能用。但是在那之前，現場其實還要走過4個階段哦。工地剛進場，建築物裡面正式的設備都還沒有開始做，施工的人員已經需要用電，也需要基本的用水，所以在現場會先架設一套臨時的系統，讓工程能夠開動。隨着樓層跟工區一直改變，這一套的系統也要會跟着調整，原本可以使用的位置，過一段時間可能就會被拆除，重新拉到下一個工作面。它雖然只是在施工期間使用，但是它的管理卻不能夠中斷。當我們的現場一有變動，就要再重新確認使用上有沒有風險。等到工程進入結構施工，水電就要跟着鋼筋模板一起往前走，套管要先放進去，之後的接管位置也要先預留下來。灌漿之前雖然看起來可能只差一點，但是等到混凝土凝固之後，後面的管路就有可能會接不上。如果到時候再處理，花的工通常會多很多。那需要穿過結構，或是必須要先預留的排水位置，這個時候也要先把高度抓好，在結構封起來以前，現場都會反覆的確認位置，確定之後才可以讓下一道工序繼續。而當牆體跟隔間開始出現之後，工作才會慢慢變成大家熟悉的水電施工。管線會一路接到使用的位置，圖面上的插座跟設備也會開始放到現場。這個時候經常會發現圖面上的空間跟實體的現場有落差，例如說插座放樣之後剛好撞到了後面的櫃體，那施工者就會停下來先回報，等到位置確認之後再繼續往下做。有時候看起來雖然只是往旁邊移一點，但是後面卻有人要照着這個位置去施工安裝以及使用。這一段很多的時間都会花在把圖面、現場還有跟其他工種重新對起來。那接近完工的時候燈具與設備都會陸續的裝上去，前面做過的管線也會開始連成一個完整的系統。安裝結束之後現場會依照工程的要求去進行測試，哪一項的結果有問題就要回頭修正，並且再重新確認。等到測試完成，現場留下的缺失也處理完，這一區的水電工程才算可以交出去。到了這一步前面埋在結構裡、藏在牆體裡的施工才能夠算是完整的對上。以上這4個階段主要是在講一個新建的工程一路大概是怎麼樣的推進，而裝修案的起點則不太一樣。當你進場的時候，牆是已經蓋好的，那原本的管線也都已經藏在裡面了，所以很多資訊都要等到拆開之後才會知道。那現場通常要一邊確認原有的狀況，一邊再決定後面要怎麼修改。而修繕水電又有另外一套的工作方式，我們之後再單獨出一集來講。同樣是做水電，有人是每個月領固定薪資，有的人是按照實際的出工天數計算，那也有些自己接工程。所以我們聽到有人說水電月入10萬，你必須要先確認他講的到底是薪水日薪換算，還是工程做完留下的利潤。詳細的數字我們後面直接看近期職缺哦。OK， 那在新建工地一天的開始以前，通常都要看今天到底能不能夠做。昨天說好要交出來的區域，今天可能還沒有清空。那圖面也有可能剛好換了一個新版本。那材料如果沒有到，人就算已經進場了，也不可能空着手去做。所以現場的條件確認之後，才會把需要的材料帶過去，照着位置開始施工。但是工作也不會從這裡一路順利到下班，因為管路做到一半，也有可能才發現原本的空間已經被占走，或者現場的尺寸跟圖面有落差，這個時候還是必須要停下來，先把做法確認清楚之後，再繼續往下做。所以水電在工地的一天，有一部分的時間是在施工，但另外一部分的時間則是在等現場條件接得上。那快要下班的時候，還要確認今天做到了哪裡，工具跟剩下的材料整理好之後，明天進場才會知道接下來要繼續往哪裡做。那工作的環境也不會一直都是相同的，有的時候你是待在室內，有的时候又要爬到高處，碰到一些狹窄的地方，可能身體連轉個身都不是很方便，再加上鑽孔石的粉塵跟噪音，做得久的最累的往往就是同一個姿勢撐了好幾個小時哦。
OK， 先說清楚，學徒、半師跟師傅並不是一個統一的正式職級，每一個公司的叫法可能都不一樣。那真正有差的是這一份工作交到你手上之後呢，別人要替你決定多少的事情。我們就看同一個房間的配管跟配線，剛進場的學徒有可能叫做助手或者是おさえあい，通常不會拿到一張圖就開始自己決定這間房間要怎麼做。師傅啊會先把位置跟做法交代清楚，再讓他從備料或者是比較單純的工作開始練，做到一半碰到不確定的地方，要先停下來問，這個比硬着頭皮做下去還要再更重要。回到這間房間，學徒呢可能只負責把材料給準備好，再按照師傅標好的位置自己去施工。工作呢是他做的，但是前面的決定跟最後的確認還在別人的手上。做熟之後，你可能被稱為半師、技工，也有人稱為半桶。這個時候啊，師傅就不需要一直站在你的旁邊，一面牆交給你，你可以自己按照圖面就可以把它完成。做完之後也知道要先去檢查哪裡，如果現场跟图面对不出來，你至少也能看得出來，也知道自己不能夠拆一個做法就繼續往下做。但是整間房間要怎麼施工，材料要準備多少，什麼時候可以讓下一個工班進來，通常還是需要由更有經驗的人安排。但是半師呢，已經可以獨立完成一段工作，只是他的責任還沒有擴大到整個工項而已。到了師傅這個階級啊，也就是我們所謂的師傅，拿到的通常不再只是某一個動作，而是一個要完成的結果。他呢要先看圖，再把做法呢放到現場。管路走到一半碰到障礙，師傅呢就要知道要怎麼處理。那超出自己權限的變更呢，也知道什麼時候該停，回報給誰確認。這個房間總共要準備多少的材料，工作呢要怎麼接下去，做完之後能不能夠交，也都要對人負責到底。所以師傅跟半師的真正差距，不只是一次能夠做到更大的範圍，而是這個工項交給他之後，別人呢不用再一路替他收尾。再往上做到領班，眼前看到的就不只是一個房間了。同一天可能有好幾組的人在不同的區域施工，有人的進度落後，後面的工作呢就會跟着卡住。例如說材料太晚到，那整組的人到了現場呢，也只能夠等。領班這個時候要把人跟工作面給接起來，也要把現場的狀況回報給公司。到了這一層，衡量的已經不是他一個人一天可以做多少，而是整個工班能不能夠按照進度去交出成果。有些師傅或領班之後會選擇自己帶工班接工程，這個就不再只是單純的升一級，而是換了一種工作。以前主要是負責處理施工就好，但是在開始接工程之後，報價估錯啊會直接少賺，款項還沒有收進來，但是你的工資跟材料費卻已經要先付了。而且工程做完如果出了問題，也要自己再回去處理。這個時候技術只是基本而已，接下來真正要考驗的是能不能夠讓整個工班持續運作，把工程做完，把錢給收回來。但前面看到的責任差距，最後也會反映在收入上。月薪的職缺主要看的是固定的薪資、加班和津貼，而按日計酬的人，收入會直接跟你的實際出工天數去做聯動。等到能夠獨立作業，甚至開始帶人，市場願意出的價格通常也都會往上走。但自己接工程又不一樣了，你收到的是工程款，但是最後真正留下多少，要等到整個工項做完之後，你才會知道。那我整理了2026的近期公開職缺，一個剛入行的學徒，月薪大概會從3萬到4萬元左右，日薪的職缺大概是從1600元開始。等到你有辦法獨立完成一段工作之後，你的日薪大概會到2000塊以上。而到了師傅甚至是代班的，那這個職缺的開價就會持續的拉高一點。詳細的區間就把它放在畫面上，大家可以直接做對照。不過看到日薪也不能夠直接乘以30天，一天2500，如果這個月做18天，收入大概是4萬5，而要做到25天以上才有機會來到6萬塊以上。而當月有沒有停工、休幾天、加了多少班，也都會改變最後拿到的數字。那承攬的算法呢，又更加的不一樣。一個工程款，假設收到10萬塊，裡面你要先支付材料跟工資，但如果後面還有需要返工的，或者是完工之後要回去處理保固的，你的成本也會繼續的增加。所以啊，工程款雖然看起來很高，但是真正能夠留下多少，還是必須要等到全部做完之後才算得出來。但做建築水電，你的職涯不一定只能夠按照學徒、師傅、領班去一路的往上走。有些人呢會轉去做修繕的，那你原本的施工經驗都還用得上，只是到了現場之後，通常不會有人先把問題跟做法給整理好，你必須要自己找到故障的位置，也要能夠跟客戶說清楚要怎麼處理。那也有些人呢是進到大樓或者是駐點的機電，那工作就會從把設備給蓋出來，慢慢轉變成要怎麼樣讓設備每天都正常的運轉。以前在工地接觸過的這些系統都會成為你的基礎。
楚。那接下來你還要去熟悉設備出現異常的時候，現場應該要怎麼樣處理的能力。那如果你要往機電工程師發展，那你手上拿工具的時間可能會變少，但是現場的經驗並不會浪費。圖面畫的是否合理，施工的進度接不接得起來，都需要有人看得懂現場呢，再去做判斷。還有一些人會轉向電氣繪圖或者是 BIM， 那做施工的人通常也比較容易看出圖面到了現場會卡在哪裡，再把這些經驗轉換成更完整的圖面。這條路要補上的是軟體操作，還有圖面管理的能力。這些方向沒有一條是直接轉過去之後就全部都會做的。建築水電帶給你的是對現場跟施工的理解，那你換到了新的位置之後，還是需要把那一份工作所需要的能力給重新補起來。我們後面幾集會再把這些工作分開來看。那看完工作跟收入之後，還有一件事情要想清楚，就是這種工作方式你能不能夠長期接受。那剛進場的時候，我們身體會最有感覺，在很多動作都還不熟，做得慢，也會一直被師傅叫回去重做。搬料只是其中一個部分，真正難熬的是每天都在學，但是又很難立刻感覺到自己有在進步。而等到技術慢慢做熟了之後，壓力不會消失，而只是換了一個地方。以前是怕自己做錯，後來是怕現場碰到問題的時候，其他人會停下來等你的判斷。當進度正在往前趕的時候，你還是得把該確認的事情給確認完，而工地的環境也會跟着工程改變。這個案場做完，下個案場可能完全不一樣。碰到了趕工，原本作息的時間也有可能會被拉長。還有包含高處作業跟臨時用電，更不能夠因為每天都在做而就對它失去了警覺。如果你很需要固定的地點，也希望每一天的工作都可以被事先預料，那這一行可能就是讓你做得很不舒服。但是如果你喜歡看到圖面慢慢變成一個真的東西，也願意把一個動作練到不需要別人的提醒，那建築水電會讓你的能力很直接的反映在你的工作範圍跟收入上。所以回到開場的這兩個人，他們都在做水電，但是真正拉開差距的是公司敢把多大的工作交到他手上。剛進場的時候別人會把位置跟做法都交代清楚，而做熟了之後有一段工作可以直接放手讓你自己完成。等到整個工項交過來你有辦法自己處理現場的狀況，也能夠把最後的成果交出去，大家才會把你當成真正的師傅。收入也會跟着這件事情往上走，因為公司付的錢是這份工作交給你之後，他還需要花多少人力盯着，又能不能夠放心等你把它給做完。之後要繼續帶人還是自己接工程，那就是另外一段路了。到那個時候你負責的範圍會慢慢從自己的施工擴大到整個工班，最後可能是整個工程。好，如果這一集的內容有幫助你更加了解建築水電每天都在做些什麼，也看得懂學徒跟師傅之間的差距，麻煩幫我按讚訂閱，讓更多正在考慮入行的人可以看到這支影片。這個頻道會繼續陪零基礎人看懂電工世界，也會把每一個入行路線真正會遇到的事情給講清楚。也歡迎留言告訴我你進入工地之後最想看懂哪一件事情。下一集我們就看師傅手上的工作到底是從哪裡來。一家公司接到的可能是一整棟大樓的機電工程，到了現場卻會一路縮到某一層的某一區，最後只剩下一句：今天把這面牆做完。這份工作中間經過哪些人，又是誰決定做到哪裡？下一集我們就沿着這一面牆一路往回找。我是 Engineer 蔡，帶你看懂電工世界。我們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